嗨，大家好！一转眼呢，已经过完年了啊。但是呢，我看村里面还是有很多车没有回来啊。相信呢，有些人好不容易回一趟家，过一个春节，说不定还想多在家住几天，甚至有些呢想过了正月15啊，到了元宵以后才回来。所以这几天呢，其实村里面人还是没有以往那么多。我就趁着这个不错天气啊，还是随意的村内村外的骑一骑。我在祈福住了很多年啊，就每当祈福下暴雨的时候啊，很多地方呢都震水，但是我的祈福一次都没遇到过。自从七星以后呢，我就知道祈福其实是在一个坡地上，就在这个屋村里面，从高到低啊，其实有很大的坡度。我想呢，选的这个地方啊，应该不容易震水吧。这个应该是祈福不震水的主要的原因。每次出村的时候啊，我就感到祈福这些保安呢，都是非常的友善啊。当然了，也可能因为他们见到比较熟的人，像我这种在这边住了快20年了，进进出出，而且经常骑车，应该大家都相熟了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祈福这边的保安呢，一直都是态度很好，所以我们对保安呢也是同样的啊，大家也要有礼貌，平时呢也要打招呼啊，时不时呢也可以聊上几句那种。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呢，其实就是那么简单，大家心平气和，彼此呢给一个笑脸，打一声招呼，可以聊的时候呢，简单聊几句，彼此的心情呢都会比较愉快。这个就是我们在西方的很多国家里面遇到那些不认识的人，相互打招呼，就给予大家有一种平等友善的感觉。其实从昨天开始啊，天气呢就有点阴，就想着这几天应该是有可能会下雨的，但是呢一直没有下来啊，导致起了一阵风。相信这几天呢应该是有可能会下雨。
经骑到了中英路上了。现在骑行在这条中英路上啊，感觉好像年还没过够啊，街道上静悄悄，车也不多。现在呢，骑行在中村的环村路啊，就以前到这条村里的路啊，一直都是乱糟糟、人声鼎沸那样。今天好像真的没有人呢，就感觉很多人回去以后啊没回来，估计回来了也没有生意做吧。你看啊，这个街上的大部分的店铺啊都是关门的状态啊。
我哋。骑过了一条马路啊，就这边开始呢有一条小河冲，小河冲边上呢也整理得蛮干净了，看看从这个河冲边上能不能往前走一段呢？这边呢有无数的这种小河冲，很多名字呢我也搞不清楚，但是呢经过持续的治理啊，就这小河冲呢现在边上都弄得比较干净，而且在这些小河边骑行呢也比较安全，所以我就顺着这条河冲边上，其实也是一条可以走汽车的小路，骑向前面去。起码呢，这些小冲治理的都没有什么异味，不像有些臭水沟啊，臭气熏天的就让人感觉很不爽。但这些小河冲呢，都很干净。这边呢已经是圣石村了。上次我记得在圣石村边上的小河旁的路上啊提醒过，是不是可以连到上次我骑过那个路？我们骑到前面去看看啊。就这边呢还是比较空旷，被整治的相当不错的这些河冲呢，都变成了清水的绿道，这还是相当不错的感觉啊。我看对面写着圣石村清水公园，大家可以看看啊。这个地方呢实际上是一个河道的，算是丁字路口吧，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河叫什么名字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骑。要的就这种感觉啊，就不知道什么地方，但是一路呢可以骑过去，骑着骑着呢就柳暗花明，我觉得这种感觉不错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你看还专门做了一些可以供大家休息的凳子啊，不错。
现在呢，在桥下骑过去。然后呢，继续可以向前骑行。好像见过你来带小孩的。想必呢，这就是我上次骑过的那条叫圣石河边上的清水小道路。当然呢，有不少人在那边垂钓。这边呢非常适合缓缓骑行，就可以张望一下小河两旁的这些景色。今天有些风，吹在身上还是很舒服。它的价钱就高啊，这是绝对的。所以说你要综合考虑，你要觉得房子住的可以。这里还有一条木桥，这个木桥呢还专门有骑行道啊，做的还是蛮贴心的。我们干脆到对面去吧。下来，我下来。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。这个地方不错啊，搞了一个河滨的小公园。你看上面写着中村圣石河清水碧道，我觉得这样的碧道很不错，那我就顺这个碧道继续骑行一段。还有人在唱歌。虽然从祈福新村出来啊，刚才在中英路这样的以前都是车水马龙道路上骑行呢，多少有些不舒服啊。但你只要稍稍的骑一段呢，就可以来到这样的河滨，来到这样的新建的清水的绿道上来走一走，骑车。随时呢，你可以停下来啊，张望一下。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一种休闲啊。当然，这种非常缓慢的骑行呢，起不到锻炼身体作用，但最起码可以沐浴一下阳光，给身体消毒啊，洗个日光浴。最主要呢，眼睛可以看到很多的绿色，看到大自然的景色，我觉得这就很不错了。其实骑行道呢，应该是右侧上面马路边上，反正也没人，就在这条清水的步道上面呢向前骑着。广州呢，过了春节以后啊，就开始天气变暖了。当然，会不会还有1次2次的冷空气啊，也不清楚啊。
但是呢，这个季节是最宝贵的，因为20好几度了已经，穿个短袖出来骑行呢，慢慢的骑也不至于出汗，就这是一年当中比较舒适的气候之一啊。再过1个月左右呢，就夏天的感觉又来了，而且非常的潮湿啊，就人会骑车会不舒服。到了这边呢，这条河冲啊，好像汇入到更大的一条河里面去了。不知道那条河是不是平山冲？这边钓鱼的人就多了啊，所以钓鱼也是有很多人一起啊，才好玩。其实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呢，根本连想都没想到底往哪骑啊，反正往外骑就对了。谁知道骑着骑着呢，还是骑到了这个河冲边上。我觉得对面应该就是我曾经来过的平山冲边上的这个骑行道了。我的前方还有右侧呢，都在起楼了，一看就是那种村民的回迁房，但是也有一些看来质量好一点的，就是商品房了。这个地方呢，已经离南站的中心商务区不远了。当然，一切都在建设过程当中啊。我也来来回回在这个附近骑过很多回了。每过一段时间到这边来骑车或者走一走呢，就会有更多的感觉啊。就这边还是有很多变化，但是我发现这边已经到头了，怎么办？只能这么就勉强的上去了。这边原来叫海棠沙之冲，这个地方的冲的这个名字太多了。你看，它写着这条河冲呢，从中村街啊起于汉西大道南侧，止于平山河，是这么一个地方。边上的这些高楼底下呢，还有很多村民啊。我说这些高楼呢，应该都是回迁房吧。就那些农民啊，土地被征用以后呢，就统一安置在这些很高的农民新村里面啊。但是他们还是喜欢有一块土地，所以就在门前呢，弄了一块菜圃，在那边种些菜。
觉得这就应该来到了兴业大道上了。看来我没有记错啊。看来河边呢，既有休闲的人在那边垂钓，但是呢，更多的是农民们已经过完节，开始干活了。就在这个右侧的这些林场啊，培育树苗的地方呢，我看很多人在那干活。你看啊，这个小河边上有很多的菜田，种了很多的包菜啊，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什么菜啊，都长势非常好嘞。前方呢还有一个鱼塘，就他们在这边呢还种菜养鱼，有一种农村啊天然的那种生活气息。你看啊，这边呢就是培育一些林木的地方，就是林场。你看这个树呢，它都是种在这个路面上啊，把那个砖把它围起来，然后慢慢长到一定程度呢，如果有谁要来买了，他们呢就可以把这个砖拆掉啊，这棵树呢就连根带泥的一起呢运到该去的地方。这些树造型还不错。提到这呢，我就想起了有一次从南站那边骑车回来，经过一条我以前没有走过的叫中纬路。那这条路呢，就两边全都是林场，全都是花圃，就是以前这边就是干这个事的。看来呢还没有发展到这边啊，他们只能脚踏实地的做一些他们擅长的这种花农的工作。我对面就是我刚刚来的这条河冲啊，这么一路过来的。
这里呢稍稍有点矮了，得小心点过才行啊。看到牌子上有写的，这一段已经是平山河了，也有一个名字叫平山冲啊，应该都是一回事。一直向前呢，就去到市桥，和市桥的水道呢连通。现在我身后呢就是平山冲啊，我正对的呢就是南站商务区，已经起了一些高楼了。这边呢看来又在平整土地啊，原本的一块农地或者是林场呢又被平整以后啊，可能要综合开发了。反正这种地方呢发展的模式就跟房地产深深的绑定了，尤其是在现在啊这个经济不景的情况底下，你叫大家投资那些回报不确定的产业，就大家还是习惯于搞房地产开发。
经过一个大的立交系统。我相信啊，前面这个桥呢，应该就是东兴高速，在前面呢就是高铁的桥梁了。这边有个叫幸福冲水闸，一条支流。这边呢来来回回骑过很多次了，但是我也没有记录，反正就凭着感觉走就是了。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呢，应该可以找到一条路啊，去到平山村。我记得有一回呢，我也是从这座桥上经过。我们来看一看啊，前面的平山大桥，这边呢是高铁的一座高架桥，画在这个平山冲这条河上。这边也比较开阔。过了这个桥呢，我觉得就应该骑到平山村里面去了。那边也有一条村内的商业街，还是不错的。好，现在刚好复兴号的高铁经过，往着南站方向开过去。